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在我們深入今天這個超級有趣的主題之前，我想先請你做一件事情，對，就是現在，馬上。花個2秒鐘，覺察一下你現在的姿勢是什麼？你是很放鬆的靠在椅背上，把身體舒展開來嗎？還是你可能跟我一樣，因為長時間看螢幕，身體不自覺的就往前傾，有點駝背，雙腿可能還交叉着，讓自己縮成一小團。又或者你現在是拿着手機在看這支影片，頭低低的，整個身體蜷縮在一起。你先不用急着改變，真的，只要先意識到你現在的身體姿態就好。因為今天我們要分享的這個概念，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自己身體的看法，而且只需要短短2分鐘，真的就可能為你的人生帶來你從沒想過的巨大轉變。OK， 為了讓大家能徹底搞懂這個強大的概念，我把今天的內容拆成了5個部分，一步一步帶大家深入。首先，我們會從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開始：姿勢是如何定義你的心態的？接着，我們會深入科學的核心，來聊聊權力的生理學，也就是我們的荷爾蒙到底在背後扮演什麼樣的關鍵角色。再來，重點來了，我們會詳細拆解那個顛覆很多人認知的2分鐘大腦改造實驗，用數據告訴你這有多驚人。懂了原理之後呢，我們會探討如何從一個簡單的生活小技巧，升華到從假裝到真正成為的深層次轉變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會給你一份超級實用的行動指南，教你怎麼把這個工具用在你的生活中，帶來真正的改變。好，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部分，姿勢定義你的心態。副標題寫得很清楚，這不只是別人怎麼看你。我們平常真的很着迷於解讀別人的肢體語言，對吧？老闆開會時的一個皺眉，伴侶一個不經意的撇嘴，甚至是一個客戶沒有跟你握手，都可能讓我們在腦中上演好幾場小劇場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想，我的肢體語言傳達了什麼訊息給別人？我這樣做看起來夠不夠專業？我這樣站看起來夠不夠有自信？但我們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聽眾，一個無時無刻、24小時都在接收我們身體訊號的聽眾，那就是我們自己。這張投影片的這句話，可以說是今天所有內容最重要的核心概念。我們過去總認為是我們的想法影響了身體，對吧？這個邏輯很直觀嘛，心情好自然就抬頭挺胸，心情差就會垂頭喪氣。這叫做 mind over body， 心靈駕馭身體。但科學家發現，這其實是一條雙向道，你的身體同樣也在反過來跟你的大腦溝通。當你刻意做出一個充滿自信的姿勢，不只是看起來有自信而已，你的大腦會真的開始分泌那些讓你感覺到自信的化學物質。這就是 body over mind， 身體也能駕馭心靈。我們的身體其實一直在默默地塑造我們的心靈。這背後有個概念叫做本體感覺，也就是大腦透過你肌肉和關節的位置來感知自身的狀態。所以你改變姿勢，就是在給大腦傳送一個全新的訊號。嘿，總部，我們現在很有力量，狀況絕佳。而大腦接收到之後，就會開始調整內部的化學工廠，也就是你的內分泌系統，讓你的感受跟上你的姿勢。OK， 那既然我們知道身體能影響心理，下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，這背後的科學原理到底是什麼？它怎麼做到的？我們來深入第2部分。權力的生理學，到底所謂的權力、優勢和自信，在生物學上是什麼樣子？它跟我們的壓力反應又有什麼關係？接下來這部分會有點硬核，但相信我，搞懂了之後，你會對自己身體的運作有一個全新的認識。這點真的超酷的。其實，在整個動物界，從猩猩到獅子，再到我們人類，權力的展現方式都驚人的相似。我們稱之為高權力姿勢，共通點就是擴張，身體打開、伸展，盡可能佔據更多的空間。
你看那些運動員贏得比賽，衝過終點線時，他們都會本能地舉起雙手，做出一個 V 字形，下巴微揚。最有趣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研究發現，連天生失明的運動員，他們從來沒有看過別人怎麼慶祝勝利，但當他們贏了比賽，一樣會做出這個全世界共通的勝利姿勢。這證明了什麼？這不是後天學習的，而是深植在我們基因裡的原始本能。那相反的低權力姿勢呢，就是收縮。當我們覺得無力、緊張或是不安的時候，會不自覺地縮起來，環抱自己，駝背，讓自己變得渺小，好像不希望被別人注意到。想想看，你在滑手機等公車，或是坐在捷運角落的時候，是不是常常不自覺就擺出這種姿勢？這兩種姿態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演。那麼，這些姿勢如何具體地影響我們的大腦和身體呢？答案就在這兩種關鍵的荷爾蒙上。第一個是睾固酮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優勢荷爾蒙，它跟我們的自信心、果斷的程度，還有願不願意承擔風險有直接的關係。第二個是皮質醇，也就是壓力荷爾蒙。當我們感到威脅、緊張、不安時，身體就會大量分泌皮質醇，讓我們進入備戰或逃跑的狀態。你可以很直觀地把睾固酮想象成你自信心的油門，而皮質醇就是你壓力系統的剎車。你想要往前衝，就需要踩油門，但如果你同時用猛踩剎車，那整台車就會動彈不得，甚至熄火，對吧？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領導者，他的生理狀態是什麼？很多人會以為那不就是睾固酮越高越好嗎？其實不是。真正的關鍵在於高睾固酮和低皮質醇的完美組合。如果一個人睾固酮很高，但皮質醇也很高，他會是一個雖然果斷，但卻非常焦慮，很容易被壓力擊垮，對批評反應過度的人。想象一下那種很會下指令，但一遇到突發狀況就暴跳如雷的老闆，大概就是這種狀態。相反地，真正理想的領導者狀態是像一個沉穩的獅子王，自信滿滿，高睾固酮，但同時又內心平靜，不容易被激怒，低皮質醇，可以冷靜地處理危機。反過來看，一個感到無力的人，通常是低睾固酮、高皮質醇，這讓他變得猶豫不決，而且對壓力極度敏感。最酷的是，研究發現，這些荷爾蒙水平並不是固定不變的。當我們在群體中的角色改變時，他們是會跟着變動的。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操作的空間。好了，理論講完了，口說無憑嘛。現在要進入最精彩的部分，也就是第3部分，改變大腦的2分鐘實驗。社會心理學家 Amy Cuddy 和他的團隊就想，既然我們知道當上領導者能改變一個人的荷爾蒙，那反過來呢？我們能不能走後門？如果我們不是真的去改變社會角色，只是假裝擺出有權力的姿勢，哪怕只有短短2分鐘，我們的身體和大腦真的會傻傻的被騙嗎？真的會產生實質的化學變化嗎？這就是他們設計這個實驗想要回答的一個價值連城的問題。實驗的設計非常簡單，但卻極其巧妙。他們找來一群受試者，把他們隨機分成2組，整個流程只有4個步驟。第一，先收集每個人的唾液樣本。為什麼是唾液？因為這是測量體內荷爾蒙最簡單又不具侵入性的方法，可以得到他們在實驗前最原始的荷爾蒙基準線。第二，接着，研究人員會隨機要求一組人擺出剛剛說的高權力姿勢，像是雙手叉腰的神力女超人姿勢；另一組人則擺出低權力姿勢，像是駝背，縮着身體坐在椅子上。重點來咯，就這樣維持整整2分鐘，120秒。第3步，給他們一個賭博的機會。受試者會拿到2塊錢美金，可以選擇直接拿錢走人，或是擲骰子賭一把。有50%的幾率可以翻倍變4塊，但也有50%的幾率會全部輸光。這是在測量他們的風險承受度。最後一步，再次收集唾液樣本，看看跟實驗前相比，荷爾蒙到底發生了什麼驚人的變化。實驗結果出爐，第一個發現就震驚了所有人。
在風險承擔了測試中，你猜怎麼着？只是擺了2分鐘高權力姿勢的那一組人，竟然有高達86% 的人選擇賭一把，而擺低權力姿勢的那一組只有60%。各位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顯著的差異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一個你根本沒放在心上的短短2分鐘的身體姿勢，就直接影響了他們大腦的決策模式，讓他們變得更願意冒險，更相信自己會贏。這不只是賭錢而已啊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這可能就是你敢不敢在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，敢不敢去爭取一個新的專案，敢不敢開口要求加薪的關鍵差別。第二個結果更直接地揭露了生理上的變化。我們來看睾固酮，也就是那個跟自信、果斷有關的荷爾蒙。你準備好了嗎？擺出高權力姿勢的那組人，在短短2分鐘內，體內的睾固酮水平平均上升了整整20%。各位，你什麼藥都沒吃，什麼補品都沒喝，就只是換了個姿勢而已。你的身體真的在2分鐘內就開始分泌更多，讓你感覺良好、感覺強大的化學物質。如果你覺得剛剛的數據已經很誇張了，那這個會讓你更驚訝。我們來看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在高權力姿勢組，他們的皮質醇水平在2分鐘後平均下降了25%。你看看這個組合技太強大了，一升一降，睾固酮上升20%，皮質醇下降25%，這2個數據綜合起來，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結論。沒錯，只要短短2分鐘，我們的身體姿勢確實可以改變我們大腦的化學組成，讓我們進入一個更自信、更果斷，同時又更沉着、更抗壓的理想狀態。好，我們剛剛看完了實驗室裡的驚人數據，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是，這東西在真實世界裡到底能幹嘛？難道我要在客戶面前雙手叉腰嗎？當然不是。這就帶我們進入第4部分，我們要從一個生活小技巧提升到一個關於自我認同的層次，也就是從假裝到真正成為。這句話完美點出了這個技巧的精髓，大家一定要記清楚。這個2分鐘的練習不是要你在面試官或是在重要場合的別人面前做的，千萬不要搞錯了，那樣看起來會很奇怪。它的真正用途是在這些重要時刻之前為你自己做的準備。你可以在去面試前躲到廁所的隔間裡，或是在上台演講前在後台沒人的角落，甚至在你自己的辦公室裡把門關上。花個2分鐘擺出最有力量的姿勢，這是在跟你自己的大腦對話，調整你自己的生理狀態，讓你用最好的版本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。這是一個私密的你跟自己之間的自我賦能儀式。很多人聽到這裡，心裡可能會冒出一個聲音：哎，這不就是在騙自己嗎？感覺好假哦。你可能會想，我不想靠這種方法成功，結果到了那個位置，卻感覺自己像個騙子，像個冒牌貨，打從心底覺得自己根本不配待在這裡。這種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覺，其實非常非常不騙，你不是一個人。而提出這個研究的學者 Amy Cuddy 本人，對這種感覺有着最深刻、最痛苦的體會。Amy Cuddy 的故事真的非常激勵人心。她在19歲那年發生了一場嚴重的車禍，腦部嚴重受損，智商直接掉了2個標準差。醫生直接跟她說：“你不可能大學畢業了。”對一個從小被認為是天才的人來說，這等於是他最核心的自我認同對整個剝奪了。但他沒有放棄，花了比別人多4年的時間，掙扎着從大學畢業，甚至還申請上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班。但即使到了那裡，身邊全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腦袋，他內心深處仍然覺得，我不屬於這裡，我是一個冒牌貨，他們總有一天會發現真相。他甚至在第一次上台報告前，害怕到打電話給指導教授說他要退學。直到很多年後，他到了哈佛任教，才終於意識到那種冒牌貨的感覺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消失了。當年就在他快要放棄的時候，他的指導教授給了他一個看似簡單卻改變他一生的建議 ：Fake it till you make it。意思就是假裝自己可以，直到你真的可以為止。他的教授告訴他 ：“Amy， 你現在不相信自己沒關係，但你要假裝你相信，去接受每一個演講邀請，不管你有多害怕，
多覺得自己不配，你就是站上那個舞台，假裝你屬於那裡，一直假裝下去，直到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，就好像不再是假裝了。但是 Amy Cuddy 從她自己的經歷和後來的研究中，對這句話有了更深刻的體悟。她把它升華成了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， 假裝它，直到你成為它。這兩句話的差別在哪裡？天差地遠。Make it 比較像是指達成一個外在的目標，像是得到一份工作，完成一場演講。但 become it 是指你持續的去做這件事，直到這個行為、這個姿態滲透到你的細胞裡，內化成你人格的一部分。你不再需要刻意去假裝，因為你已經成為了那個自信、沉穩的人。這就像學游泳，一開始你只是在假裝你會換氣、會打水，這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。但你每天練習，有一天你跳下水，身體自然就動了起來。游泳已經成為你的一部分，這就是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。這才是這個技巧最極端也最迷人的目標。好了，我們理解了理論，看過了科學實驗，也聽完了動人的故事。現在來到最後，也是最實用的部分，你的行動指南。我們來看看如何把這個強大的工具真正的應用在你的生活中。記住這句話，微小的調整真的能夠帶來巨大的改變。所以，到底什麼時候該用這2分鐘呢？其實，任何你感到緊張、壓力大，需要拿出最好表現的評估性場合之前，都可以用。比如說，你準備進去一場面試之前，拜託，別再說在外面等候區的椅子上看手機了，去廁所花2分鐘伸展一下。在你上台做簡報或演講之前，找個沒人的後台角落。甚至在你要跟老闆談加薪，或是要跟你的伴侶進行一場困難的對話之前呢，在你去見一個重要客戶要做提案之前，總之，任何讓你覺得完蛋了，我心跳好快，我可能會搞砸的時刻，都是你使用這2分鐘的最佳時機。我覺得這句話為今天所有的內容下了一個最棒的注解。我們做這一切最終的目標是什麼？是希望不要在那些關鍵時刻結束後帶着懊悔離開，心裡想着我剛剛太緊張了，講得亂七八糟，完全沒有表現出我真正的實力。我們想要的是在離開那個場合時，能夠感覺到太好了，我真的把我所想的、我真實的樣子都完全的展現出來了。這2分鐘的準備不是為了讓你變成別人，而是為了移除那些阻礙你，讓你無法做自己的生理障礙，讓你拿回主導權，讓你的內在狀態能夠匹配你真正的能力。所以今天的分析到這裡，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。下一次當你面對挑戰的時候，你要如何運用這短短的2分鐘來為自己創造一個不一樣的結果，甚至改變你的人生呢？這個力量其實一直都在你的身體裡，隨時等着你啟用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第一，我們的身體姿勢不只影響別人，更深刻地影響着我們自己的心理和生理。這是一條身心之間的雙向道。第二，高權力姿勢可以在短短2分鐘內提升自信荷爾蒙睾固酮，並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讓我們進入最佳狀態。第三，這個技巧的精髓是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， 透過持續練習，將外在姿態內化為真實的自我認同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